这一次，不止姬小萌表情阴霾，团队负责人的表情也变得极其难看，恨不得直接将朴秀贤干掉，以平复心底的愤怒。他作为这个小团队的负责人，平日里并不显山露水，组织大家出来搞抗议活动的时候，他一般也不自己出头，都是怂恿类似姬小萌这样一心想往上爬的激进分子，让他们冲锋在前，甚至用极端行为制造爆点，自己则伪装成团队里一个不起眼的菜鸟，悄悄把控现场节奏。正因为这种策略，外界鲜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实际地位。所以他赚了钱，购买很昂贵的大排量肌肉车，也并不担心会被曝光。可是万没想到，自己手底下竟然出了叛徒。这个朴秀贤像个疯狗一样，竟然把自己给咬了出来。最可怕的是，朴秀贤已经说出了他们这个组织的盈利模式，这等于彻底揭开了大家的遮羞布。一旦传到瑞典，瑞典官方必定会对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自己的组织收受各种利益相关集团的好处，以及长期向非洲倒卖二手旧衣物的事实完全无法掩盖。紧张的他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要再让这件事情继续提高热度，被这么多人盯着，被这么多手机记录，越耽搁下去，影响也就越恶劣。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停止拦路示威，让这些人赶紧走。这些人都是要赶飞机的旅客，他们之所以会在这里扮演吃瓜群众，完全是己方作死，把他们拦下来才导致的。所以只要停止拦路，他们一定会抓紧时间上车离开。于是他立刻对那些还在地上一脸懵逼静坐的成员喊道：快把路让开，让他们抓紧走。有几个反应快的已经赶紧起身向路边跑去，一些傻兮兮的小可爱还盘腿坐在地上，茫然的左看右看。负责人急了，三两步冲到这些人面前，连踢带踹的边打边骂：让你们赶紧把路让开，你们听不懂还是怎么的？赶紧滚！说完又对那些吃瓜群众喊道：诸位，我们团队中出现了蓄意抹黑的叛徒，我代表团队保留追究他法律责任的权利，但我也请大家擦亮眼睛，不要听信这种人的一面之词。如果你们在网络上恶意传播未经证实且不负责任的言论，我们也有权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团队负责人虽然人品不行，但他很懂危机公关的核心要素。全世界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一旦遇到危机公关，一共就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确定自己对还是错。如果自己是对的，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在大众面前证明自己，无论这个过程有多曲折。如果自己是错的，那就千万别嘴硬，一定要谨记东方哲学的8字真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这么简单的基本原则，很多世界500强企业，甚至很多国家都无法真正理解。有的企业甚至国家，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却还要硬着头皮硬刚到底，甚至不惜为此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为自己的错误掩盖和狡辩，反而会把自己拖入一场堪比沼泽的公关深渊，耗费的成本越来越大，可效果却越来越差，甚至让口碑急速崩塌。但其实，只要他们在错误的第一时间认真反思道歉并解决问题，损失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并且不断缩小。所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东方古人智慧的真正体现。一定要把事态往小控制，而不是任由其不断放大。一件事往小了发展，总有归零或者忽略不计的那一天。可一件事如果往大了发展，其产生的恶果将没有任何上限，甚至导致大厦崩塌。就像当年某品牌的冰箱在闭门器上节约成本而被消费者维权，只要他们第一时间承认错误，积极改正，就能以极低的成本解决问题，并且因为积极处理的态度收获一种好评。可他们却采用了最愚蠢的处理方式，最终导致品牌形象崩塌，几乎在市场上绝迹。这个环保团队的负责人深刻知道自己是完全不占理的，
这种情况下，最该做的不是在这里狡辩，继续扩大事态影响，而是抓紧时间把人群疏散，快速降低影响力。而他这一招也确实奏效了。很多吃瓜群众虽然乐于看到他们内部狗咬狗的模样，但这毕竟是去机场的封闭道路，很多人都着急赶飞机。尤其是刚才那位着急赶飞机返回华夏的老太太，她见这些人把路让了出来，赶紧返回出租车，恳求司机第一时间送她去机场。于是第一辆车开出，紧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原本水泄不通的道路开始出现松动。有些不那么着急的人，虽然还想继续吃瓜，但架不住自己的车还停在原地。大家的素质也都远高于这帮极端环保主义者，于是大家纷纷忍住吃瓜的欲望，赶紧回到车上开车离开。很快，叶晨也发动汽车，载着大家驶出堵车路段。海伦娜在车里愤愤不平地说，不知道这件事最终会怎么样。如果瑞典那边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不对他们进行彻查的话，说不定就被他们躲过一劫。叶晨微笑道，如果你想让他们在法律层面付出代价，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跟北欧警方打个招呼，以女皇的身份，建议他们趁着这帮人还来不及离开北欧，赶紧先把这些人带回去调查，要求警方不能只是走个过场，一定要记录一下他们的完整口供，再把这件事从北欧官方层面同步给瑞典官方。这样的话，瑞典那边肯定也要正经当个事儿来办。如果北欧媒体再适当的推波助澜，说不定这件事就能成为撕开极端环保组织伪善面具的开端，将来整个欧洲都会从中受益。说着，叶晨又道，通过今天的感官，我觉得欧洲人民苦这帮流氓也久矣了，只是大家都不敢站出来抗议他们，因为大家都怕步了 J.K. 罗琳的后尘。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他们已经暴露出了自己最正的一角。如果你能强硬起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顺藤摸瓜，顺势而为，把这些人的真面目揭露出来，那你一定会成为欧洲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极端环保主义的生存土壤基本就只在欧洲，而且只在欧盟国家。这是因为欧盟国家的经济相对发达，大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整个社会持续多年的左倾主义给了这些跳梁小丑骑着脖子拉屎的底气。要是在亚非拉那些经济没那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甚至第三世界国家，这些人一旦胆敢跳出来用极端方式叫嚷环保，当地民众直接一人100个大逼兜把他们抽出国门了，谁都不能影响他们养家糊口。而北美虽然也很发达，但那里民风实在彪悍，想想也是，在枪比人还多的国家，哪有他们骑别人脖子拉屎的机会？还没等他们把裤子脱掉，一梭子子弹就先打进他们体内了。东欧就更不用说了，给他们钱求着他们去，他们也绝对不敢踏足东欧，所以他们才一直流窜于欧盟各国。今天来北欧搞搞示威，明天去中欧搞搞游行，闲下来再去英法毁点艺术品，甚至闲到蛋疼，带着颜料去把人家的河流染色。正常的欧洲人其实也很反感他们，只是这就跟 LGBT 一样，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偶有一个心怀正义的人说句公道话，也会被一众人群起而攻之，甚至被自己亲手捧红的女星当众羞辱调侃。人们都渴望一个真正的英雄，能站出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种事情，但一直以来也没有等到这个人的出现。而今天这件事发生在北欧地界，又有了如此一番闹剧铺垫，绝对是海伦娜站出来的绝佳机会。